您之前是不是特别喜欢沈涛涛？特别喜欢也谈不上，我就是觉得他确实对聪子挺好的，所以我想撮合撮合吧，也许他俩合适。那我俩合适吗？啊？我也喜欢郭聪，您看我跟他合适吗？哦。哎呀，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呀？因为我觉得他最听您的话呀，而且我也不想让您再给他介绍别的女朋友了。明白。你说要跟我学摄影，其实就是个幌子。实际上呢，你是想让我帮你这个事儿。嗯，我确实是想从您这儿再更多的了解郭聪，你想了解他什么呀？了解一切。好，聪子的一切。嗯，那我可得跟你好好的讲，慢慢的说呀。洗耳恭听。你说郭哥都去了快1个小时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而且这沈淘淘指定说要见郭哥，他真的说点啥吗？不知道。沈淘淘喜欢郭柯，她在面对郭柯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亲人的心理依赖，这其实是好事啊。所以她面对郭柯的时候，她就能够放下戒备，敞开心扉，把她想说的都能说出来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怪不得之前那么多犯罪分子都是在家人的劝说下自首的。嗯，这也是为什么缉私部门能同意让她见郭柯。啊，这样我就懂，说不定郭柯真能问出点什么。嗯，师傅怎么样？郭哥，沈涛说了吗？说了。他之前说他是一个人带货在网上销售，但是现在他已经承认了，那个只是他一小部分，他更大一部分的货是卖给了一个叫刘洋的女人。这个刘洋跟他是2年前认识的，刘洋给了他非常高额的利润，诱使他帮他带货。根据缉私部门调查，这个刘洋他就是个常旅客，每周至少得出入境1次，但查他的行李也没有查到什么违禁物品。还有一个关键信息，这刘洋旗下有家 MCN 公司，有很多主播，贩卖的都是高档奢侈品，数量确实不小，但是来源不明。官里面的意思呢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先查清楚这刘洋的走私渠道，然后再收网。这沈淘淘又交代出了这么一大堆，那涉案金额不是更大了吗？如果沈淘淘交代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抓到刘洋和他团伙的话，那算是立功了。刘洋，女，35岁，滨海本地人，之前在滨海做餐饮生意。前年，她把中餐馆开到了韩国的首尔，之后就频繁地往返于滨海和首尔2地。这个时间和她诱使沈淘淘带货的时间差不多。最近2个月，她出入境的频率更是增加到了每周1到2次，基本都是当天往返。按规定，短期多次往返的旅客只能携带旅途必需品。他如果携带了高价奢侈品，我们肯定能查出来。奇怪就奇怪在这儿，她每次入境都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。而且，就算他要照顾在首尔的分店，也不用飞得这么频繁吧？这肯定有问题啊！张恩说的对，根据航司的票务信息显示，这个刘洋今天下午就会入境，多盯着点儿。收拾收拾，准备换岗。张宇，你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你跟我叔在搞什么鬼啊？哦，我跟向叔叔学摄影的。那他为什么每天在我妈面前提你呢？
那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擅长做一个好徒弟吧。那个，你跟我说要搞什么鬼的话，你得跟我汇报，听见没有？不是师傅，这工作以外的事儿也得跟您汇报啊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叔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去家吃饭。去家吃饭？嗯，随时都有空啊。那明天家里吃饭？好。哎，赵宇。师傅好，阿姨好，向叔好。哎，来了。我给你们带了点特产。啊，哎，松吧，赶紧把东西接着。哎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我们家那摆盘啊，是我叔的专利，谁也不能插手的。你看这配色，高低错落，荤素搭配，完美吧？哦，专业水准。坐吧。好，哎，热菜去了。哦，太晚了。做早了。听过好香好喝的，没听说好漂亮的。哎呀，哎，当初这催婚的也是你，现在不满意的也是你，孩子的事儿别跟里头掺和了。这姑娘今天打扮呢，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她不会是看中我们家聪子了吧？看中就看中呗，挺好的。来来来，好，慢点啊。你这身衣服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可能是我没习惯。哦，我没戴眼镜儿。有可能。嗯，还推呢是吧？我看你不戴眼镜，我倒是能习惯，你自己也可以习惯习惯。今天不太正常啊。我怎么不正常了？我是你师傅，能不知道你吗？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呀？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师傅您呀，顺便感受一下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。你来家吃饭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跟我叔学摄影啊，就是想故意接近他。吃饭的时候你问东问西，还特意提起沈淘淘，让他生气。所以你想干什么呢？我怀疑老陈的死和向叔叔有关。你说什么？我一直在反复看老陈的笔记本，我发现他最后留下的那2个字，应该是2个人写的，因为力道太不一样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当时老陈走的时候，只有向叔叔在他身边吧？那老陈他想写的会不会是一个“向”字，但是只开了个头呢？因为我就是不相信老陈会让你放手，但是向叔叔他十分笃定地说这就是老陈的想法，还一直劝你离开海关。所以我猜想，向叔叔在这个字前面加了一个“放”字，让这2个字看起来更像是放手呢。我之前进海关，我叔一直都是支持的呀。是啊，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嘛，这不就是想各种办法去接近他，了解他。我跟他说，我也喜欢你，想通过他更多的了解你。哎，你别紧张，师傅，这又不是真的。而且，了解你的过程其实是更了解他呀。了解到什么了？我发现啊，他把自己完全活成了另一个人。活成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在我和他接触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发现他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在向良公司和你家之间。
他的个人生活所有空间几乎都在这儿了。换个说法呢，他把自己活成了你的父亲。活成我的父亲？其实，在这过去的15年里，他一直作为父亲的形象存在于你的生活中的。这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，也算是一种表演型人格吧，是一种精神障碍。但问题是，他对我一直很好啊。当然啊，他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，他当然会对你很好啊，但他毕竟不是你的父亲，所以他会有危机感，他会担心你被别人抢走，或者有人来支配你。所以你进海关，他支持没问题，但是你进海关之后变得十分信任老陈，这就是他忍受不了的地方了。师傅，那一会儿就按咱们在车上说的来。行。好。咱们现在要假扮情侣，你得开心点儿。哎。江叔叔，说。啊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忙活呀？啊，辛苦啊！工人出去送货了。哦。我说收拾收拾。呀，你手怎么了？昨天搬了个老柜子，上面有个钉子，没留神划了一下。没事。小心啊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您学摄影的吗？结果呢，郭松看了我拍的那些，说不行，说他小时候也跟您学过，说我拍的那些还不如他10几岁的时候拍的呢。聪子那会儿上手确实是快，如果不是因为去了海关，估计拍的比我好。是吗？那我可得看看这位天才的早期作品啊，我得好好学习学习。我不记得放哪儿了，我找找吧。行啊行啊，想看想看。你找一下吧。这话那么少啊？哎，聪子，来来来，你们俩就在这儿等我，我找着照片拿下来给你们看，啊？好。哎。你还记得那照片长什么样吗？我就记得是一张小孩的照片，背景和钱盛凯那张差不多，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。照片要是展出过的话，应该会裱起来。就是这张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来一下。钱盛凯，同一个地方。
师傅，你拿一下。全盛开。向秀远，你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弄死他！往后退，再远点。我就想好好和你们说说话。你以为你能控制郭聪？哼！郭聪，我养了你15年，我看着你长大成人。他看三河为什么出现了，他就把你搁到海关，让你面临危险。那是他的选择，他要为此负责。郭聪，我要让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。你对我好吗？你不想杀了我吗？我不要杀人，我不想杀人，是他们逼我的。萨子怡死了，杜丽也死了，龙硕也死了，肖大宝也死了。本来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全都死了，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了。你，还有你，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做选择？我怎么选？您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？20年了，这个地儿好像也没怎么变过。向叔叔对郭柯多好呀！你要是不说的话，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。还有郭书良，你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郭书良。你说什么？疯子，那只是个意外，是个意外。书良，老向，你这是走私，是犯罪，而且毒品会害死人的。你把它还给我，这是我第一次碰，以后我不再碰了，还不行吗？一次都不行，现在交给警方还来得及。书良，你想想嫂子，你想想聪子，聪子那么小，他们需要我们挣钱才能过好日子呀。靠这种过好日子，我老郭家不需要。你把它还给我，给我。书良，你不要把它撕开，书良，那是我们所有的钱呢，你不要把它扔掉啊！我正在救你，书良，你躲开，书良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发现我藏着毒品，我更没有想到他会落海。如果你不走私，如果你听我父亲的话，你把所有毒品交出去，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从那以后就没再碰过毒品，我甚至都不参与走私。你不要自欺欺人了，向修远，你就是走私集团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一个一个的找水客，你每找一个水客就能原谅自己一点，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，会屈服于欲望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的，你别以为你是上帝，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一头骡子，还因此害死了郭聪的父亲，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郭聪过得更好，我为了让你过得更好，郭聪。我不要你对我好，我要我的爸爸，我要我自己的父亲。你听不听得懂啊？聪子，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呀！你对不起的人太多太多了。你对不起我师傅。你对不起我父亲，你对不起邓姐，对不起钱姐，对不起沈堂堂，你对不起所有被你拉下水的水客，他们都是因为你。我告诉你，向修远，你永远也取代不了郭聪的父亲。闭嘴！常远，
张宇，别说了。没事，师傅。张宇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我输了，你们赢了。我错，15年了，你父亲的死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